随着黑神话悟空后缔造了中国游戏的崛起，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吸引了全球玩家的目光。大家好，我是木环，今天我们将介绍4款目前最受期待的中国游戏大作。由成都林泽科技开发的魂系 ARPG。自2021年下半年公布以来，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只是从一片骂声到口碑反转。起初，游戏因被批评抄袭血缘和自然，并且动作打击感生硬、画质不佳等问题，陷入了大量的负评。然而，官方似乎在这些批评声中隐匿了近3年。直到2024年6月，游戏释出了第2支实际预告，这时玩家们的态度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。开发团队进行了多次优化更新。画面从原本的 UE4 进化到 UE5 引擎，逐渐增添新的内容与改善战斗系统，并增强了世界观的深度。真的非常有深度。我是说故事背景，我会放到后面再提一下。我看了很多玩家试玩的片段，大致上都给出了好评，而我也总结出了本作2点较重要的游戏特色。第一个就在于游戏的战斗核心须臾系统。须臾可以用来强化主角的攻击，还可以发动强大的连招或释放强力的法术。但须臾是一种消耗品，在游戏的前期，玩家只能通过完美闪避敌人的攻击来获得须臾，所以战斗时必须灵活运用，将其视为一种战斗资源来管理。它的获取与消耗也使瞬息万变的战况增添更多的策略运用，考验玩家在关键时刻精确掌握，从而确保能发动致命的一击来逆转战局。另一个核心特色就是心魔系统。当玩家击杀没有被羽化的人形怪或被敌人杀死，心魔只会逐渐积累；而当玩家击杀大部分羽化的敌人或击杀重要敌人，心魔值则会降低。不过，当心魔值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，主角的后颈就会浮现心魔的印记，此时玩家所受到的伤害就会加重，但同时对敌人造成的伤害也会提高。这也能看作一把双面刃吧。只是玩家若处于心魔状态下再次死亡，便会在死亡点诞生一个强大的心魔。它拥有玩家身上的武器、道具和法术，可以理解为玩家的影子。据说心魔比 BOSS 更强，而消除心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被自己的心魔所击杀。可是不打败它的话，玩家所积累的刺汞就会全部失去。只有消灭这个心魔，才能取回之前遗失的资源。这点设计丰富了游戏的挑战性和策略性。另外，因为游戏的时空背景被设计在明朝末年的一个架空世界，这个时间点刚好处在明朝火器大量普及的时代，所以在游戏中加入了大量的枪宠。不过这款游戏大概会指向成人级，涉及大量暴力血腥与养眼的服装。尽管面对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和西方正确的双重压力下，游戏依然能保有其自然的美学，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。而游戏的背景故事就设定于明朝灭亡后的动荡时期。在这个混乱时期下的四川属地，一些幸存者罹患了名为羽化病的怪病。这种病使得正常人的身体逐渐长出羽毛，心智会逐渐崩解，最终变成扭曲且具攻击性的怪物。然而由玩家所扮演的女侠无常，虽然失忆，但在羽化病的折磨下依然能保持自我，同时也获得了须臾的能力，并在拯救妹妹寻找真相的过程中，逐步揭开自己神秘的过往。影之刃灵是由北京灵游工作室开发，类魂系的 ARPG。因为制作人梁其伟表示，本作与其他的魂类游戏相比，比较不会让玩家逊。本作深受恶魔猎人与忍者外传的影响，战斗系统讲求高速流畅，搭配华丽多变的5大连招，展现出极具魅力的动作风格。世界观融合了独特的武侠朋克美学和奇幻武器的设定，并结合了半开放世界供玩家自由探索，所以游戏内拥有众多的分支剧情与支线的挑战。然而，为了打造更具真实感的武术动作，开发团队特别邀请了多位武术师傅进行动作捕捉，并请来知名动作指导古原健之先生亲自操刀。他是曾家班的重要成员，与甄子丹合作超过20年，曾参与指导过多部的香港动作电影，为本作的战斗演出增添了浓厚的电影级质感。在具体的战斗中，不同于传统魂类游戏的沉重动作，本作加入了动作取消系统，使玩家能取消前一动作的印值，并衔接新的动作。这点让玩家能灵活衔接技能，实现高自由度的连招组合，提升战斗的流畅性。
虽然这款游戏的发售日仍未定，但在去年的东京电玩展和全球试玩巡回中，大部分的玩家都给予了一致的好评，使其成为备受瞩目的重量级大作。在剧情设定上，玩家将扮演一名身手非凡的精英刺客，受神秘组织 The Order 任命为精锐杀手。然而他却遭人陷害，被指控为杀害首领的凶手，从此成为组织追杀的目标。而他在一场激战中身受重伤后，主角接受了一种神秘治疗，不过代价只是生命仅剩66天。在这有限的时光里，他不仅要迎战接踵而至的正邪高手与恐怖怪物，还必须解开错综复杂的阴谋，揭露武林中最黑暗的一面。由于主角的生命只剩下66天这个设定和剧情紧密相连，所以玩家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游戏，增加了紧迫感与挑战性。这种时间限制的设计不仅考验玩家的战术安排，也提升了游戏的重复游玩性。游戏最早在2014年都由杨斌独自一人开发，并在2016年释出首支预告后就引起了轰动。同年10月就收到了索尼的邀请，杨斌随后就加入了索尼的中国之星计划。该计划旨在协助中国游戏开发团队针对 PS 平台打造高品质的游戏，提供资金、技术资源、开发工具和行销，让作品有机会推向全球的市场。随着开发的进展，团队规模不断扩大，截至2023年已超过了40人。游戏的初衷灵感源自 Final Fantasy XV 的预告片，当时杨斌深受启发，决定开发一款同样精彩的 ARPG， 因此游戏在技术设计上带有较强的 Final Fantasy 的风格，并构筑了一个科幻与剑术共存的幻想世界。玩家将扮演主角卡泽尔和异性怪兽阿瑞娜形成的共生关系，阿瑞娜能够变成各种武器，以适应不同的战斗风格。这种设计让玩家能根据战况灵活地调整战术。而在故事上讲述了一种名为空罗的跨维度生物，意图毁灭其他物种并吸取灵魂的能量。空罗于是，在一场猛烈的流星雨中入侵了世界。主角的妹妹在这场浩劫中被夺走了灵魂，而在拯救妹妹的途中，主角偶然遇到了一个类似龙一般的生物，并形成了共生关系。整体来说，游戏融合了快节奏的战斗、探索与角色成长元素。玩家会穿梭于多个异次元世界，体验各种神秘建筑、背景故事、NPC 和怪物。这部作品不仅有创意的战斗设计，也是一款震撼视觉飨宴的游戏。它在战斗、剧情、探索等方面都有着多重优势，尤其是随着发售日的临近，无疑将使成为许多玩家心目中的期待之作。Then give me your power, Arena. 最后应该就是大家心目中最期待的大作了。这款由成都日食边缘工作室所打造的动作冒险游戏，是一款融合亚瑟王传说与黑暗风格的 ARPG。故事围绕在异界入侵后的伦敦与神话王国阿瓦隆，而由玩家所扮演的女主角葛温德林是伦敦浩劫后唯一的幸存者。她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使她能够指挥传说中的圆桌骑士。然而主角为了拯救妹妹，踏上了击败阿瓦隆半神的旅程。等等，为什么又是妹妹？颜面之少的一大创新设计，便是其骑士战斗系统。玩家能够统领10多位强大的骑士，自由组建属于自己的战斗阵容。这些来自亚瑟王传说的著名骑士各具特色，拥有不同的能力和特长，使玩家能够根据战况和需求，选择最合适的骑士搭配，施展强力的连锁技能，创造出流畅且华丽的战斗场面。而且在如此精致的世界中探索，也少不了泰坦的元素。游戏中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巨象骑士，玩家可以进入这些庞大的巨象体内进行探索。这些巨象不仅是游戏中的强大敌人，也与游戏的世界观和剧情紧密相连，将亚瑟王传说中的元素和黑暗风格完美的结合。虽然目前游戏已公开了实际的演示，但具体的发售日尚未确定。游玩体验看起来会比较偏向战神的系列，不过有些部分好像会有点小调整，但我想这对制作团队来说并不是难解决的问题。这4款游戏无论是武侠元素还是奇幻冒险，它们都各具特色，并且将为玩家带来全新的游戏体验。继黑悟空之后，值得所有游戏爱好者的期待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按赞订阅，谢谢大家。